欢迎来到出张王频道。2022年4月1日的下午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公安事件。位于高铁左营站旁的东南水泥塔，在拆除时没有按原先的计划方向倒塌，意外压毁了高压电塔，造成电力中断，瘫痪了高铁交通。此时正值连假前夕，返乡人潮被困住，塞爆各大车站。我也是虽小的其中一员。这么离奇的意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这是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事发影片。怎么倒塌后就转向？绝对不是施工前没有拜拜。首先，拆除包商使用了很直觉的砍树方法进行拆除，先将右侧的结构破坏掏空，然后再破坏左侧削弱强度，使它倒塌。如果这个塔是纯砖造的，用这个方法逻辑上或许可以。因为水泥不抗拉，所以砖跟砖之间很容易断开，然后就会像骨牌般连锁散开。不过这座塔是 RC 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情况就变得复杂很多。因为混凝土中又包裹着钢筋，钢筋提供了很强的抗拉力。在一次倒塌时，结构没有因此连锁瓦解。最后引起预料之外的第二次坍塌，然后就悲剧了。另外，在最后倾倒前，施工人员选择敲打非倒塌侧，这个做法非常的有创意。比较安全牌的做法，可以在倒塌侧背面先做人字启动，弱化钢筋的拉力，然后才敲打倒塌侧。最后，这条绳子非常的有趣，一直吸引着我的眼球。新闻说这条绳子是钢索，但甩动起来的频率怎么像是塑胶做的？然后从头到尾没有拉紧，一扯就断。整个水泥吊塔重达2000公吨，高达52公尺。即使是钢索，也要做力学计算，使用适合的粗细、数量。总之，这个悲剧就是一连串的土炮胡搞造成的。不说还以为来到了第三世界。在丹麦有个孪生兄弟等级的 case， 同样是除料塔，相似的高度、相似的直径，同样的 RC 结构，同样的砍树法，同样的意料之外。不过人家丹麦在准备上看起来就专业很多，而且现场有很多观众，好像事先有宣传开演的时间。相较之下，我们台湾就低调了很多。可以看到右侧的开口切割得相当整齐，跟台湾相比根本就是艺术品等级。采用上斜下平的开口，这部分是致命的错误，后面会再讲到。然后左侧有做部分的水泥打除，但不知道有没有切断钢筋，镜头太远看不出来。爆破后的一次倒塌，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切口的平面坚若磐石，把整个塔顶住。混凝土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，然后因为剪力作用，结构就往侧向连锁破坏，导致左侧结构弱化，最后二次倒塌就往反方向去，然后临房就悲剧了。不过跟台湾的高压电塔相比，丹麦好像蛮划算的。前面提到了致命错误，如果它的下方切口不是平面，
改用 B 型取代，或许结果会不太一样。总之，这个大小的吊塔受到诅咒，以后其他国家在拆除这类高塔时，最好先跟丹麦还有台湾见学一下。另外，很多网友问到为何不学国外用爆破拆除，主要是因为台湾地狭人稠，市场太小，因此也没有技术人才配套，大多用重型机具大钢牙拆除为主。即使使用爆破方式，也要经过缜密的前置作业和力学计算，费用成本自然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。这完全违反台湾人的天性。新闻报道也有提到，包商未按拆除执照申请的施工程序，原计划是由上往下逐步由大钢牙拆除，不过真正执行却是便宜形式的一次性倒塌拆除，施工现场也无大人管，任由包商胡搞，真的是很奇怪。今年台湾遇到的灾害好像都跟电有关，难道是流年缺电？OK， 希望这支影片能有点帮助。最后放上一些拆除的案例供逃跑参考。See you。